川普百日撞钟，川普打破了川普第一任最低支持度，假的骗人的。他知道中国崛起，他不要中国崛起，有这样在当总统的吗？那跟赖清德没有什么两样了吧？连最挺川普的 Fox News 都跌破了45%，代表川普的民调真的是显著滑落。中国要前进的是星辰大海，我才不理你，你要怎么做，我不会被你擒惹。他要做世界命运共同体嘛，大家一起来嘛。那当大陆在对抗美国的帝国霸权的时候，台湾的经济部长却在协助帝国主义生吞活剥台湾的产业，笨色渐动啊，结束了。加拿大跟美国的一体化基础就有关系，已经 game over 了 ，GG 了啊！在这一届的加拿大大选里面，本来该输掉的自由党，没有想到靠着反川普大获全胜，竟然连保守党都被川普逼着要来捍卫加拿大的主权啊！谢谢川普，又送了一个好朋友给中国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今天《经济学人》用了一篇叫做“川普是一个革命家，他会成功吗？”但他的开头其实就讲说，川普的第一个100天，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啊，那这句革命者或革命家是不是本身也是一个反讽？首先川普当然上任100日，自我吹嘘是绝对不会少的哈。大家细数他有很多非常成功的政绩啊，等等等等的，继续的赢啊哈。America is back， 美国已经回来了。川普总统自1月上任以来呢，已经创造了34万5千个就业机会。哇，来，那你每天要创造几个就业机会？每天要创造3450个就业机会啊！然后天天赢了永远不停。然后呢，他还进一步说明其中18万8千人来自非政府和政府相关部门，跟拜登最后2年相比这是一个显著的进步，因为当时有3/4新的工作都跟政府有关，也就是说超过1半的工作机会不是靠联邦政府去推动的，而是呢美国回来啦。你看对比拜登那个软弱无力的家伙，拜登1个月只能加5-7万个工作机会，还得是我川普啊。这个100天就是这么的嚣张，可是问题川普最近大概心情不会太好，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川普上任100天民调支持度创新低，而且呢，只有川普可以打败川普，只有川普 2.0 可以打败川普 1.0。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川普的施政满意度创下了有这一项上任100日调查70几年来历任总统最低数额，甚至打败了川普 1.0， 所以搞得川普都破防了，你知道吗？川大大呢气的在 Truth Social 他的社群媒体上面呢，在那边发文干屌说 fake news、fake polls， 这些媒体都是真正的人民公敌我们没有一个自由的还有公平的新闻，永远不会在这个国家有自由和公平的新闻我们有的新闻呢是写的烂故事、诈骗、巨大的诈欺在民调上面，然后呢非常背信还有堕落的生气伤心看看川大怎么写，气呀！理由是患上了川普错乱精神症盲反川普症候群。川普表示呢，他对这个结果是相当失望的，认为美国的媒体不再公正总是写坏故事用民调来欺骗大家。但是这个民调其实相对来说不能说完全不准确因为这是个对比嘛。这个呢是根据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还有呢市场研究公司易索普所共同进行的民调。你如果说美国广播公司确实跟川普不是很好但是华盛顿邮报没那么反川吧？华盛顿邮报的老板是贝佐斯，那贝佐斯事实上上一次是强令他旗下的华盛顿邮报保持中立。那另外呢 CNN 福克斯民调也都显示川普上任100日支持度已经跌破了 45%， 所以如果连最挺川普的 Fox News 都跌破了 45%， 代表川普的民调真的是显著滑落。
那好玩的地方来了，哪怕是民进党旗下的中央社也在讲这件事。那事实上呢，川普在面对这个假民调下滑的时候呢，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啊，第一次我有2件事要做，治国和生存，面对都是不正派的家伙。第二次，我不但要治理国家，还要治理全世界，我从中获得许多的乐趣。也就是川普根本不以为意，而且老实讲，因为他第2任他更不在乎民调的高低啊。更惨的是什么？整个白宫充满着各种佞臣，比如说呢，边境撒谎，没人做了比川普总统更好，无人能及啊，其他人差的都远。所以呢，媒体啊，包括连中央社竟然都这样写，川普就任至今，周围都是他的忠诚拥护者，使得他在关税、外交、政策报复方面不再被绑手脚。竟然呢，上任100天已经签了140个行政命令，然后64%的选民包含华盛顿邮报所做的这份民调里面呢，认为川普在扩大总统职权方面做得太过火。简单来讲，就是在遂行专制跟独裁的行为，总统扩权。那你知道吗？中央社竟然说川普就职100日发动关税战伤到自己，连民进党的官媒都受不了。更好笑的是，台湾川粉还酸他，中央社每况愈下，收视低，可以关门的，政府也应该停止补助。而且呢，川普这一系列的政策最主要踢到的铁板是谁呢？1932年以来最糟糕，格陵兰岛几乎是越来越格陵兰独立。打从自治以来，就是格陵兰独立倾向的政党或政党联盟一直都是属于获胜方。但川普这一瞎搅和亲丹麦的格陵兰政党呢，竟然呢变成了现在的执政党。第51州，我跟你讲，这更好笑，说让加拿大成为第51州，结果呢，原本加拿大自由党在这个杜鲁道的带领之下呢，已经支持度摇摇欲坠，快要输掉了接下来的选举。后来杜鲁道扛不住压力前阵子不是辞职了吗？新的总理呢是原来加拿大的央行行长，叫做 Mark Carney 这个卡尼是对川普的绝对强硬派。结果就在刚刚结束的加拿大大选里面呢，马克卡尼呢竟然率领自由党创造了逆转式的大胜。所以卡尼的当选演说只讲一件事：面对美国威胁，加拿大要更团结。在加拿大反川普已经变成一个绝对政治正确。卡尼说正如我几个月一直警告的，美国一直想要我们的土地资源，他会坐下来讨2个主权国家之间未来的经济和安全关系。加拿大已充分认识到，除了美国之外，还有很多选择可以让加拿大人创造繁荣。加拿大呢会争取最好的协议，保护工人企业，最重要是我们伟大的国家要建立一个独立、更加美好的未来。然后卡尼强调，加拿大跟美国稳定的一体化基础上有旧有的关系已经结束了。所以一个川普基本上呢把邻邦统统搅烂。然后加拿大第2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依赖美国的基础开放全球贸易体系，虽不完美，带给加拿大几十年的繁荣，但这些都是悲剧。我们的新的现实就是我们已经从美国背叛的震惊中走出来，但永远不会忘记教训。他直接说美国背叛加拿大。所以现在加拿大人被川普逼着也只能怎么样 Make Canada Great Again， 就是这么的荒谬。而且你看加拿大人史无前例的竟然有 27% 的人直接视美国人为敌人随着川普越来越乖张这个民调只有更高没有更低再来呢其实川普100日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因为中国非常的硬。最近贝森特每天吹说我们还有很多牌，中国会撑不住，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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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说我们跟中国谈得很好等等的。中国外交部已经2次出来打脸说我们根本没跟川普谈，你想太多了，不可能。不仅习近平没打给他，就连中国的官员也没有正式的跟美国的财政部长有所直接接触。然后呢，中国在川普上任100日的时候又加码，这个影片呢叫做不跪，不是站起来，不是对干，叫做不跪。美国掀起全球关税风暴，有专门排除中国，对其他国家玩起90天缓刑的游戏，胁迫他国限制对华经贸合作。美国曾以日本半导体倾销为名，
重拳打击东芝等企业。日本很有名的广场协议加半导体协议嘛，半导体协议就是东芝半导体被美国活生生拆解，所以当时日本在90年代呢，真正的势头其实是半导体像做火箭一样喷发，结果美国呢2次干倒日本，把半导体这个未来明星产业给干死了，所以导致今天日本在半导体产业只剩下一些什么显影剂啊之类的一些边角料可以赚。另外呢，广场协议的升值导致日本是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一升值之后，日本的出口业基本上面临着巨大的一个生存挑战，导致了日本大量的资金投资工作机会外流到了美国，或者到了东南亚，或者到了中国，到了全世界去，但就是没有留在日本。最有名的一项投资就是 Toyota 跟 Honda 跑到美国本土去设厂，这就是日本泡沫经济的开始。法国工业巨头阿尔斯通啊，什么都做，然后当时美国看它太强，就把它很多核心业务强行的剥离，然后甚至呢部分的业务强行的让它卖给美国的企业，让法国痛失一度领先全球的支柱产业。历史已经证明，妥协退让难求网开一面，卑躬屈膝终止步步紧逼。中国不贵，中国不贵，故意把这个画面停在芯片上面，所以意思是什么？你对我的芯片制裁也是没有任何屁用。尤其最近美国又叫 NVIDIA 就是辉达黄仁勋 H20 这个中国特供版晶片都不准卖。其实我老实讲，想到这个纸老虎还有前面的台风，我都很怀疑他是不是顺便做给民进党看的。这个我之前很早就预言过了，美国的关税如果全世界上都对等制裁美国，请问是世界失去美国还是美国失去世界啊？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出来的答案，只是要有人当那个出头鸟。中国这次就站起来当出头鸟，中国要扛下什么责任？中国想要作为对抗美国霸权的揭竿而起者，但是他自己没有要成为霸权，所以他叫做不贵。但是你今天如果这样讲，有人要崩溃吗？我们的经济部长很可悲啊，今天刘许廷质询他的时候啊，刘许廷说，你这个样子会不会到最后台湾的产业外移，会不会重演当年广场协议，日元升值，台湾制造业首当其冲啊？结果郭智辉说什么？哎呀，产能不足是不足以吸引长供应链过去，但是如果6座厂房陆续完工，供应链未来牵引的压力会大幅增加，估计是7、8年后的情境啊。终于承认了哦，你卖台已经卖到了赖清德第2任了，是不是？笨色保定啊，早跟你讲了，每天他们嘴硬。6座厂房去那边做，谁在负责盖厂房的哎呀，最近7月好像就叫重月哦，所以绿色就在乱搞台湾嘛。所以你看最近雷姐啊提出了一个语重心长的说啊，非美经济圈将成型，台湾最大危机已然要浮现了。当时为了应对呢美债危机呢，他们搞了一个叫做海湖庄园协议。什么是海湖庄园协议呢？就是要求这些贸易伙伴促成美元贬值，并要求贸易顺差国购买100年无息美债。这种东西有人会买吗？白痴才会买吧。本来呢这个政策如果你渐进式的去推，也许还有机会，但是你一下子就重手啊，直接打掉了你2战以来所建构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最简单的讲，就是你摧毁了全世界对你的信任，跟你长期以来的形象。美国为什么现在不行呢？有3个问题。第一，美国目前入不敷出，它所付出巨大的成本，却回收的非常的可怜，回收不了。为什么回收不了？因为过去没有建构好完整的回收体系，只能不断的借旧还新，借旧还新，但借到极限了啊！所以9兆美元的债券啊，马上在6月有6兆要到期，你看着美国要怎么死？那他下最重手的调整就是找了马斯克来搞了效率部，结果马斯克现在马上要偃旗息鼓，要熄火了。第二个，美国的霸权不在。美国的霸权之所以不在，是因为世界结构的改变。老实讲，就中国崛起了嘛。可是美国死鸭子嘴硬，死头铁，他不承认中国崛起，所以这样子一个不愿意直面事实的一种扭曲的心态，一种恶霸的心态就冒出来。所以美国在面
面对中国的时候，他的霸权过去是扩张的，可这个扩张给美国带来很多很多的好处，包括在文化上的霸权，在军事上的霸权，在金融上的各种霸权。这个扩张让美国有超支信用的能力。可是当你的霸权一摊，那霸权不是回到你现在既有的样子，反而那信任一摊缩之后，你会形成信任危机，你会坍缩的更加厉害。所以美国的做法是什么？我不承认我的霸权失去，我就去恶霸对人。川普怎么讲？我治理全世界啊，不必向台日韩的待遇道歉啊，因为呢，我要保护美国，不需要向任何国家道歉。那些的国家繁荣是建立在牺牲美国上面的，但恰恰相反，这些国家拥有最高的工时，用最长的工时，很辛苦，很努力，认真读书，输送良好人才到美国，结果是美国一脚把它踹开打扁。所以为什么台湾人的以美病来到了史上最强的时候了？美国智库公布台湾对美信任度民调，以美情绪冲到了 46.7 啊，去年的7月将近增加了1倍，非常不信任从 8.2 冲上了 15.9， 将近 16%。这是美国智库做的哦。台湾人面对美国人的智库的时候，终于会放心讲真话了。而且呢，认为美国会支援台海战争的比例也下降到有史以来最低的时候，只有 37.5% 的人认为美国会来支援台湾，去年还有 44.5% 啊，认为不可能的已经涨到了 46.7 啊。所以你的恶霸去对付你过去的盟友，甚至是看门狗，连看门狗都把骨头给吐出去了，只剩赖清德那个呸脆喏还在相信这种人没什么好救的。最后啊，美国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呢？体质虚弱。因为美国呢长期用金融资本取代工业资本，工业资本投入期程长，投入比例重，风险巨大，回收缓慢，但是好处是产业完善，工人的工作工位稳定，国家的经济体系健康。工业是最累的行业，但是它是最稳的行业，因为它是硬实力。而金融资本是最虚的，今天跑那明天跑那，到处炒作，炒作的结果是不仅美国的工业大量外流，留在美国自己的工业也都不行。例如说波音公司现在产成什么样？可是川普上任以来不敢打老虎啊，只会吹嘘有多少工业回到美国。你对金融资本下手了吗？你敢整顿金融资本吗？你不敢嘛。不管是贝森特财政部长，还是经济部长鲁特尼克，这些人都是华尔街的亿万富豪出身啊，你怎么敢整肃他们呢？你是他们的好朋友，你就是华尔街的一部分啊。美国的病在华尔街造成的，所以川普的革命必将失败，这就是川普百日撞中整个大使脉络的一个结果。